全国有14亿人，厦门这里应该也有500多万人。但是现在呢，街上没人，商场没人，店里面也没人，人都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有没有厦门的朋友告诉我一下怎么回事？早上10点半到集美万达，本想着看能不能找几个老板聊聊，没想到一进去，整个商场空荡荡的，导购员都无聊的在数苍蝇。下午2点钟来到同安爱琴海，这个场子刚开业没多久，但是这个客流量也是少得可怜，实在逛不下去了，还是去同安市区看看吧。看来今天又没收获了。没人，这里也没人，这里还是没有人。宰客事件之后，鼓浪屿似乎真的凉了。中国经济持续恶化，百业萧条，大量工厂、企业、实体店关门倒闭，包括整个沿海城市，原来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是一样。由于台商的撤离，导致福建省厦门市经济衰退，人口流失。有报道称，约500万的人已经离开了。厦门曾经繁华的商业区和住宅区，现在变得萧条了，民众生活艰难，许多人被迫躺平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厦门衰落的这个话题。没人，没人，还是没人。珍川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到处贴满了招租、转租的广告，关闭的店是一家接一家。那我们逛了一圈呢，发现倒闭的店差不多将近的1/3。过去的珍川是非常热闹的，遍地的网红民宿和小吃，全国各地人都想来这里逛一逛。在19年最高峰的时候呢，珍川一天的人流量游客可以达到将近12万人，但是现在我们看一下，一条路基本上没有什么人。我不能理解啊，这是礼拜天的晚上，这是珍川的现状啊，什么情况？那时候几年前来的时候，这里很热闹，挤要靠挤的，而且好几条街。现在就一条街，你就能逛完，什么情况？我不能理解啊！那时候可热闹了，哇！所以我们才会还想再来珍川。天哪，怎么回事啊？变成我不认识的样子了，就很多都关门了，什么情况？人也少，啥情况？我不能理解，但还是有很多好吃的，我觉得。什么特产啊，这些可以稍微搞点买点。厦门早期啊最热的商场之一啊，湖里万达。今天是周四啊，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8点45啊，这个点儿应该是用餐的高峰期啊。如果放在2017年、18年的时候啊，湖里万达那个金街晚上的场景啊，就是人山人海啊，跟庙会一样啊，兄弟们是真的啊。那你看现在的金街啊，根本没有人啊，应该是做越南菜的啊。这个是蜀大侠啊，就是一桌没有。这个位置啊，以前啊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开的，应该是一个饮品叫什么饮品来着，我忘了啊。而且当时这个饮品生意非常非常好。2017、18、19的时候，整个外面啊排不上队。这个白水羊一名家常菜，以前这种小快餐啊，在湖里万达也是超级好，生意超级好，做小炒的啊。出餐特别快，连续1、2、3啊，连续3家招租。周四的晚上啊，整个金街没有什么人啊。这个跟之前比啊，这个不是说商户或者商场自己运营的问题，而是整个厦门它的人口就急剧减少，人流稀缺导致的啊。他介绍说，其实湖里万达是厦门比较早的一批商场，在17年、18年、19年的时候呢，客流量非常的大。因为我在最初的时候，我的店就开在湖里万达啊，那会儿的生意真的是不愁生意啊，就是客人一波接着一波，一波接着一波。如果碰到周末啊，你生意根本做不过来啊，随便做。那会儿万达的商铺啊，一铺难求，你给多少转让费都没有人转。这边也是闭店的啊，这是可思威利。兄弟们，这个老佛爷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湖里万达的老佛爷，在以前的时候啊。这个老佛爷啊，每天爆满，我说的是每天啊，不是周末，就是天天爆满，外面排都排不上的啊，都是闭店的状态啊。胖姥姥以前应该是周麻婆啊，关了。这个以前是那个谭家血啊，谭家血老火锅啊，超级大的店也是啊，闭店。这种大店想往出租太难了啊，这种大门面闭店，我跟你说很难往出租。网上看到说菜场广场很多的店撤了，今天我们到实地来看一下。那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很明显看到，可能关店率达到了90%以上。我都不敢相信啊，原来在我心目中是非常
热闹的一个商场，也就那么1-2年的时间，变成这样，几乎是没有什么外来人流量了。菜塘这个位置在厦门地段还是挺中心的。原来在菜塘村有差不多6万多的这个外来工在这里居住。2021年3月份菜塘集体拆迁之后呢，人流量就变得非常的少了。虽然菜塘村是拆迁了，但是周边学校的孩子放学以后呢，还会来这里玩耍一下。我想这也是菜塘广场仅剩的人气了。豪客来，当时应该很多人都来这家店消费过吧？唯一一家比较大家的这个餐饮店老乡亲还开着，大润发还是正常在营业的，不过人流量肯定是不如以前的。厦门啊，想说爱你真的不容易。2个月前，我满怀憧憬来到了厦门，这座被无数人称赞的海滨城市。然而现实却给了我沉重的一击。在厦门工作的日子充满了困难与艰辛，每天通勤时间很漫长，在拥挤的地铁中被人群推搡着，仿佛自己只是一个疲惫的顾客。下班后呢，回到那仅有10几20平的出租屋，孤独感瞬间涌上心头。这里没有家的温暖，只有狭小的空间带来的压抑。当然，不仅是厦门，很多地方都是如此。工作条件让人难以忍受，加班成了家常便饭，却没有任何补贴。高强度的工作让身体和心灵都倍感疲惫，而厦门的高房价更是让外地人望而却步。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，生活成本实在太高，很难找到归属感。弟弟毕业后来厦门工作的第1个月，终于发工资了。他的岗位是电商助理单休，跟我说这个月发了4500块钱。据统计，厦门的平均工资是9800元，所以我朋友们一直认为厦门至少人均过万。其实我想说，现实环境并没有这么美好。对于普通的打工人来讲，4、5千的收入其实是很正常的。尤其是像我弟弟这样今年毕业的00后，今年的就业环境真的很不好。经济条件这么差，很多中小企业都倒闭了，好的企业也不怎么招管培生、实习生。所以现在的00后，别说是整顿职场了，很有可能连职场都进不去，而且这真不是年轻人的问题。弟弟是今年仰恩大学毕业的，决定从龙岩到厦门找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说，最重要的是能够沉下心来找到工作，自己养活自己。他现在主业电商助理，处于试用期，说转正之后工资应该会涨几百块钱。然后他也在做游戏相关的副业，给自己增加一点收入。不然说实话，4000多的工资在厦门的确是比较难生存。这2个小伙子都是大学毕业，学这个一个是学动漫设计的，一个是学工程设计的。现在在制造业行业里面干这个装卸、干普工。朋友们，有个工作上就不错了，千万不要挑三拣四的。尤其是刚毕业的小伙子，像这种23、24岁、20多岁的小伙子，刚进入社会的，别管你的工作高还是低，先找个班先上的。有好多小孩呢，就是放不下，感觉自己一个大学毕业的去干哪个3、4千块钱一个月，打不开面子啊！我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。现在的行情很紧张，就业压力也非常的大，有个班上就不错了。先骑驴找马，要学会先上班，千万不要在家里面待着，在家里面待着人就废了。你们知道现在的失业潮跟我们爸妈那个年代的下岗潮有什么不同吗？现在大部分人失业的人群都是有高额负债、房贷、车贷，还有一堆的信用贷，而且未来是迷茫的，岗位也是没有的。人会被这种无形的压力、精神折磨，而我们爸妈那一辈的下岗潮，人家都是没有负债的。那个时候的人呢，只要你肯放下面子去打工，人家呢就是能赚到钱养家糊口的。但是你现在要是失业了，你别说你放下面子，你都很难挣到你那些负债的零头。所以呢，现在要是失业了，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你们说对不对？现在厦门的现状说出来啊，你们可能不敢相信，从过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找到工作，有些公司啊甚至裁了1半以上的人。现在的大环境，要是晚点结婚可能就赢了，要是3年前不买房啊，那也赢了，如果不去创业啊，也赢了。反正呢，这几年啊，躺平的都是躺赢，但凡这年头有点上进心的人啊，到头来都是输的，甚至啊还欠了一屁股债。我们小区楼下的那个美容院1年换了3次老板，店面到处都是贴着转让出租，就连我们这一行的很多干了10多年的都转行了。
我也搞不懂为什么现在的经济这么差，啥生意都做不好，你们知道吗？嘿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在我们厦门新开了才3-4个月的新商场吧，3Q 城，过来看一下。怎么已经变成这样了？哎呦我的天！今天是周末，周日没有人，而且餐饮层已经好多铺子倒掉了，然后这一排全是围挡。那如果一家餐饮店倒闭的话呢，所有设备你就要去卖的话，它是一个1折回收的价都不一定有人收的一个情况，以及所有桌椅都是打1折。而且所有装修你是带不走的，而且你看，因为它提前倒闭了，所有设备都拉不走，商场也不让走，这样子的话，对于老板而言是纯亏掉所有的投资了。如果运营期间囤了过多的食材，在倒闭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消耗掉的，它只能过期烂掉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厦门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普通码头对面的沙洲船阿克莱斯商业广场。这边呢非常冷门，冷冷清清的，客流量很少。而且呢，只有2辆公交车才开到这边来，6路和82路。所以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会建立一个这么大的商业广场。我们去转一转，看看里面卖什么，热不热闹 ？Let's go。哎呦，不错哦，看到很多商家呢，全部都是上线，1折、2折、3折、4折，一波三折。整个商场啊，冷冷清清的，没什么顾客哈。装修倒是挺漂亮的啊。这位博主说，现在在厦门租房很容易，以前在机场附近的房子很紧俏，根本就租不到，房东呢甚至还给他减了房租，这在以前是根本就不可能的。我真的有感觉厦门好像今年人口挺少的，其实去年2024年我已经有点感觉了，但是今年感觉也太明显了吧。重点是啥？我坐在岛内城中村，我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人，而且现在已经3月底，马上转眼就要到4月了。按道理来说，已经决定要去哪里的人，应该也已经差不多要到了这个城市吧。我不知道大家所在城市的租房情况是怎么样。目前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我的旁边跟我的对门都是1房1厅，然后有一间呢是从去年暑假开始就搬出去了，然后从9月份开始就一直空到现在。那我隔壁这边呢是去年11月吧开始搬出去的，然后一直到现在空的几个月都没有人租，都是空的。然后我今年来，我到现在我真的没交房租，然后我就跟我房东说，我说房东，很多地方都降价，你要不要降我房租？然后房东就同意了，降了我一点点，因为在机场附近嘛，然后上班也就在这里，所以大家都住村里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